老圈们，欢迎来到仓鼠的玩具分享频道。今天分享四骑士星熊多尔的女刺客，这是倒数第2个人物了啊！以后边再发一个人物的评测，这一波就算结束了。那么今天也是有朋友问啊，这个女刺客什么时候做？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看一下这款人物，热度不高，所以说就是放到后边了。首先，咱先介绍它最独特的一个配件，这把蛇形长矛，这个是新规，四骑士以前没有出过同类型的武器，也是这个可以拆头的这个配件的，但是它这两边的这个尖刺是比较薄脆的，比较薄的，而且韧度来说，我觉得是有一定脆的。反正玩的时候小心点吧，我就这么个建议。造型还是很独特的，但是一定把玩小心。给了一个连弩，四骑士老常规的东西了，没有什么太多介绍的，只是颜色的一个不同。一把小匕首。最初看到这款匕首时还挺喜欢的啊，但是后边见了多了就那么意思了。反正这个匕首的整体的造型一直是很不错的一款，而且很紧实。手型上给的还是比较多的啊，这个握持手一共2对，一个是内外开掌的，是这么一对，然后一对上下开掌的啊，另一只在主体上，一个抓取手，一对放松手。一对握持手，一共是5对手型啊，又是个手型战士。然后头雕一共3颗，一颗暗夜精灵的这颗平镜头，但是这个头雕做的我感觉嘴略微有点前倾，而且没有眼瞳。这个头雕应该是老模具了，暗夜精灵应该以前就用过这种头雕。再一个就是传统精灵的头雕啊，很多精灵都有这个头雕。这个头雕的其实这个形做的还是很漂亮的，就是这个眼睛，和这个肤色，看你是不是能接受。最后呢，就是它的这颗带着兜帽的头雕，而且这个头雕还搁了一个红色的面具，这是唯一一个相对来说有点特色的，所以我一直装的是这个头雕。而且四骑士取了个巧，就是它这个兜帽用的这个塑料兜帽头雕，然后加上布衣的这个披风，整体的造型做出了一个这个刺客把兜帽罩上的一个效果。所以话，四骑讨了个巧，这样的话，兜帽对这个人物头雕的这个遮盖是比较有型的。同样，四骑士这个周边都是有铁丝的，用的是藏蓝色的一个深蓝色的一个颜色，里边黑的，外边是深蓝色。放到一边，素体就没有什么太好说的，老素体，感官上就是一个老素体了。这一段可动，而且可动干涉的还比较厉害的。然后腰部呢就是直装。盔甲上面应该也是老素体吧，这个印象不是特别的深刻。这个肩甲，哦，对了，还给了一个这个水壶，有一瓶要胜于无嘛。整体的盔甲用的是这种蓝色系的，颜色其实挺漂亮的。但是以前的人物出过这个颜色的盔甲，精灵里头也有过这个颜色的这个盔甲，而且这个布料是女法师用的，也是这种布料啊，这个腰带也是。但是肩甲的这个造型印象不是很深刻，印象里好像没有见过这样子的，就细节上跟它一模一样的，印象里好像是没有。素体就是女素体啊，而且也是老款的脖子这个插件女素体。但是这种女素体的好处有一点是嘛呢，可以适配老沈家的这个连接件啊，换成海之宝的头雕也可以，而且这个也适合搁一个蚂蚁的头雕啊，比如说这种蚂蚁头雕。也能装进去，有这个好处。可动上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就是轻腰的可动幅度非常小，就是左右摆动，然后大腿的踢、后踢，然后膝盖、小腿这是旋转，脚部接地，没有嘛区别。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款就是一个凑数的，做了一个人物造型而已，没有什么很独特的东西，就是介绍这人物啊，刺客，这么一个人物造型啊。估计后边的价格会很便宜啊，应该会跌，到最后可能会清仓啊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因为不是什么热门人物嘛，所以说这波里来说，它的跌价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如果大伙喜欢精灵素体或者暗夜精灵的话，可以等等啊，入一个把玩还是不错的。
这个暗夜精灵一个大军也是没有问题的，量产它也是可以的。如果说你有一个相对来说这种肤色的真人头雕的话，也可以考虑去换一个，毕竟四骑士的这个头雕做的有些像女野人，没有这个精灵的美型度，这个还好点。好，今天这期到这里了，拜拜。